Hello，我是 Nobu 欢迎回到曲面实验的频道。那这次介绍这个杯子的纹理怎么做出让它上下渐消。那这一个做法可以套用在各式各样的渐消纹理的概念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就先建立一个杯子啊。那一样，我都画好了我就直接做旋转成型。就这样旋转成型之后，得到一个杯子的曲面。那我要流动在这一个曲面上面嘛。好，那做流动之前，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它有几个重点：一个是曲面的建立，一个是曲面展开，然后再来是纹理的渐变、渐消，然后旁边的 smoothing 的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是最后是纹理流动上去。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一块曲面建立完之后，我要把它展开。那展开我就直接分割了这里有一个分割到结构线，那我就再割这个位置，就主要是这一块那我们就从这一块来作业。那原则上你是要展开这块曲面，因为它这块曲面有曲度那展开会稍微有一些误差，你可以使用摊平可展开的然后他就会说这不能展开，因为它有双曲度嘛。那你可以用碾平或者是压平那我在这里用一个最偷懒的方法，就是分析它的长度251.945我就在旁边这个位置251.945，就这样画一条直线。那我们再分析它的这个高度72.254，就直接挤出喽，72.254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假想成它摊平的状态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对这个立方体做一个流动？流动，这样这个立方体是不是就跑上去了这样整个概念是这样。那我现在要怎么把它做平均呢？做这个纹理做平均加上渐消，很简单，我现在把这一条线分段，然后这里要分割按是确定。那我要的是这一段，那我对它做曲线的重建。重建这里呢，我用3个点就好，3个点2阶，3点会2阶嘛，然后 F10 打开，把这一个点往下拉那我用1mm 就可以了，然后挤出，往这边挤，这样是不是这一片就做完了？然后总共过来50片嘛那一样，我就是用阵列直线阵列变动标签里面的直线阵列50个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样是不是就做好了？然后把这个面组合，好，那这个我先隐藏。那基本纹理现在长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模式给大家看比较清楚。那我要怎么做出让它渐消很多人对这个纹理渐消不太理解。如果你不会用 Grasshopper 的话，在 Rhino 怎么做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变形控制器，选它，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选项是边框方块，它会用一个方块去包住这个所有的物件然后这个预设的坐标系统就选世界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点数比较特别，你要看你的画面，我这个方向是 Y 方向就是这个纹理的这个左右，这里是 Y 方向。那我的 Y 方向，我这里把它设定点数设定多一点，比如说你可以设定6个或8个那我现在设定8个好了好，
那我选其中的这2排跟这2排，就是最左边跟最右边的这2排控制点。好，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变形控制器就可以变形这个所有物件嘛。那我把这2排的控制点压平啊，用这一个设定 SYZ 功能，然后往 Z 方向压平，压到这个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渐消的效果就做出来了啊，这里就有一个渐消的效果。那你觉得这个2排的效果不够好？那你这边，比如说我上面想要消多一点，你上面这里可以增加到第3排啊，一样也是设定 SYZ 啊，到这个点啊 ，OK 啊，所以你看下面消的比较少，上面消的比较多。好了，我把这个画面保留下来，只剩这几个物件。好，再一次流动，选这里，对这里 ，OK， 然后把这个曲面隐藏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那我把所有杯子的原先的曲面先叫出来啊，这边我组合给大家看了，这是非常精准的。你看它是封闭的多重曲面，所以这是一个实体，可以被加工制造哦。这种可以CNC 3D 列印都没问题啊。当然，这个锐利的边你想要再做处理，就可以再做一个手工圆角啊等等之类的。哦，那我这边有彩线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大概是这样。哦，这里会有一个类似渐消的感觉。OK， 这案例比较特别，就在于这个纹理渐消啦。啊，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这里是不是阵列？所以它这个一定是均等的。那你上去应该也要均等哦。这个案例会有一个变化版，那我下一次会再讲这个变化版。不过你要注意，每个人流动上去，这个尺寸会不会是一致的？这是纹理流动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哦，那基本上这个案例做到这里是这样，就是做起来是很精准标准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哦 ，OK， 好，那我们这次就介绍到这里哦。那一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啊。那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啦，这也是我们这种频道能够持续做的动力之一。然后甚至按个赞啊，留个言都可以。好，拜拜。